各位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情节，主角一直叛逆，结果老爸说好，随便你，下一秒画面开始失控，冰箱爆炸，客厅起火，隔壁邻居都搬走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圣经里一个超恐怖的情节，当上帝放手，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？这不是灾难片，是罗马书1章18到32节的真实剧本，而且这剧本我们都在演。保罗说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你知道神生气不是因为他脾气差，是因为人类明明有线索可以找到他，却因说没这回事。就像有人站在太阳底下戴着墨镜说今天没有光啊，旁边的人哥，你的脸都被晒红了好吗？你有没有遇过那种朋友，明明证据摆在眼前，还要说这都是巧合？神创造的宇宙像一张大大的名片，上面写着设计师上帝，可是人类却把它撕掉，改写成纯属偶然。经文说，人虽然知道神，却不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结果怎样？思想变虚妄，心就昏暗。这就像你的导航明明有路，偏要关掉，然后说我靠直觉，结果1小时后你站在稻田中央跟牛对看。保罗说，这些人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你看圣经的吐槽功力不输现代段子手。人类最爱的金句是我自己最知道什么对我好，但现实是很多时候我们连冰箱里那盒牛奶还能不能喝都判断错。经文说，人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换成偶像的形状，翻成今天就是有人用最新的 iPhone 上5G 网，喝精品咖啡，但拜的神是自己照着自拍，看啊，我真美。然后重头戏来了，所以神任凭他们3次，任凭他们任性，任凭他们羞辱自己，任凭他们充满不义。你知道这多恐怖吗？神的审判不一定是雷劈你，有时候是他不再拦你。就像家长知道小孩要去撞墙，劝了100次都不听，最后说好，你去吧。那瞬间小孩可能觉得自由了，但下一秒就是啊啊啊！有没有人小时候爸妈跟你说不要这样做，你还硬要试，结果最后发现爸妈没生气，但你自己超痛。保罗列了一张人类失控症状清单，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，背后说人、仇神、狂傲、自夸、违背父母，听起来像一个黑暗版的社交平台垃圾榜。而且最恐怖的是，他们知道这些事该死，却不但去做，还喜欢别人一起做。来啦，一起坏才好玩嘛。这段经文不是让我们去骂别人，而是照镜子，因为保罗不是在写别人的罪，而是在说这就是人类的默认模式，包括你和我。如果神不出手拉我们，我们只会越走越歪。罗马书1章18到32节提醒我们，神的愤怒是对破坏生命的恶有反应，不是情绪暴走。最大的审判有时候是神不再拦阻你。拒绝神不只是信或不信的问题，而是会影响你的思想、价值观，整个人生方向。